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下午好。在这盛夏季节，我们相聚在风景秀丽的郴州，共同迎来了我们第5届子宫内膜容受性新进展的学习班。首先，我代表组委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专家、医生同道们，以及所有支持和关心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ERT 技术呢，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技术的研发是在2017年，那到今年我们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这个研发的时候，我们从3个时期啊，就是取3个时期的这个内膜的样品，一直到我们现在能够通过取1个点的这个内膜的样，就能够精准的找到这个精准移植的这个小视窗。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不断努力的一个结果。这个模型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去优化，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病人，这么多年来，全国有200多家的这个辅助生殖中心，在使用这个技术，也取得了良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今年也在做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又反馈给我们的 AI，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让我们的模型进一步的优化，更精准的去找到我们这个最适合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一些工作。我们希望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容受性的检测技术能够实现这个无创的一个检测。这个一直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要做无创。那么这个无创的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包括我们前期也做了内膜的宫腔的腔液的这个取样去做容受性的检测，那么还是有一些困难。就是取得了一些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呢，目前正在做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想做这个拮抗剂方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腔液的这个检测，在单个周期指导我们新鲜周期移植。因为拮抗剂方案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总觉得这个容受性不好，我们的妊娠率会低，就不敢去做纤胚移植。那我们希望从这个腔液里面，就是在我们的第3天甚至是我们的取卵日的这个宫腔液里面，去找到和我们容受性相关的一些基因，来去指导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移植，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样一个子宫内膜容受性新进展的学习班，我们来深入的去探讨 ERT 检测技术的一个最新的突破，以及个体化胚胎移植临床应用的一个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有我们还有很多专家，我们很多专家其实在用这个技术的时候比我们做得更好，结合了这个 EMT 的结果，结合了这个免疫的结果，让的这个ERT 的应用效果会更好。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请到了我们国内的知名专家严君浩教授、李颂金教授、董希远教授、邓凯教授以及杨天丽张媛媛博士。他们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授课，同时我们后续还有这个一个讨论的环节，这个讨论的环节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总之吧，我希望我们在通过今天的这个会议，这个学习班的学习，每位参与者都能够从中获益。最后，我预祝本届的这个新进展子宫内膜容受性新进展的学习班取得圆满的成功，也祝大家学有所获，周末愉快。谢谢大家。谢谢李老师的致辞。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课。让我介绍我们的第一位讲者董希媛教授，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是 Human Reproduction 中文版的青年编委，湖北省病理生理学妇产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在那个子宫内膜容受性和胚胎植入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与生命循证医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30多篇 SCI 论文，然后主持了
省部级的课题10余项，发明专利1项。好，现在有请董希远教授授课，谢谢。谢谢张琼教授的介绍。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今天下午好，我是武汉同济医院生殖中心的董希远。今天呢有这么一个机会，特别的高兴能和各位老师汇报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子宫内膜肉受性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今天我想汇报的这个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 RIF 的患者他精准移植的一个临床的研究的结果。再有的话就是关于子宫内膜免疫治疗的一个初步的探索。那我今天想汇报的内容主要是分以下4个部分，下边就依次的跟各位老师分享和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的就是胚胎着床和着床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下边我们就快速的回顾一下。胚胎着床的话，它是我们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生特别关注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着床率啊、临床妊娠率啊，就来自于这个胚胎着床。它的概念就是胚胎种植于子宫内膜建立妊娠的这个过程，就像这个右图所示的，它其实是关于胚胎和子宫内膜这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胚胎着床是分3个主要的步骤，一个是定位，就是说胚胎的话要和子宫内膜定位了以后发生粘附，然后产生这种互作用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胚胎它会植入，或者说也有叫做侵入的，就是到子宫内膜当中。就是像一个种子一样种进去以后，它要埋进去。第3个的话，就是胚胎着床以后呢，它会发生一种这个特殊的刺激的作用，就将这个着床附近的这个子宫内膜的基质细胞就分化成一种特殊的这个叫蜕膜细胞，就是所谓的蜕膜化。像右下图显示的这3张图，就是从组织和组织切片的角度，就是比较好的抓住了这3个重要的时期。像这个就是定位和粘附，中间的这个是侵入或者说植入，最后的这个是蜕膜化。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胚胎着床，或者说我们做辅助生殖技术的妊娠成功率呢？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胚胎的因素，第2个是子宫内膜因素，还有第3个就是胚胎和子宫内膜之间发生的互作用。其中第3个的话，近年来也是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像刚才李教授介绍的ERT 的技术，它其实主要也是在讨论互作用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因素，就是胚胎。那么这个我们就主要 focus 在人类上面。一般是像右侧显示的就是我们的胚胎从1期到5期在逐步的发育。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在理想状态下，就是说胚胎这个囊胚逐步的发育是为了保证和我们子宫内膜容受性和着床窗打开这个相同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的认为，在生理状态下是第5天的胚胎发生着床。第2个就是子宫内膜因素。你像我们其实目前对子宫内膜的形成机制，虽然说我们都在谈子宫内膜容受性、着床窗，但是对于容受性这个建立的这样一个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你像右侧我就列举了一些常用的临床上来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2维 B 超下进行的厚度的检测，那么这个还有3维下进行容积的检测。2维下可以测这个内膜的形态。另外呢，还可以结合能量 B 超，就是多普勒 B 超进行血流的检测。再有就是也可以观察子宫的蠕动和收缩。其实这些方法在临床上我们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也是常规在使用。但是临床上评估的话，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就还是以这个内膜厚度举例，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用，但是可以看到虽然它的敏感性可以到99%，但是特异性呢只有3%，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再有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血流的，你像血流的话，虽然它的敏感性很高，特异性的话就只有8%，而且相关的研究比较少。然后我最近也是读到严教授您那边就是也最近发表了一篇这个相关的文章，我看 OR 值有接近2，其实也是就是说敏感性还是可以的，但是特异性的话文中没有报道，就是估计可能和既往的差不多，就是说它的敏感性可能还是差一些。这是从这个内膜的角度。那第3个就前面我们提到了越来越受重视的这个互作用。互作用的话，其实在近年来对于 RIF， 那 RIF 是个比较头疼的话题，刚才李教授也在开篇的时候提到了。
那么 RIF 的话，现在有一派学者认为它并不一定是它的内膜有多严重的问题，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功能的障碍，但是呢，它可能是来源于这种胚胎和内膜之间互作用发生的障碍。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和假设的话，就是西班牙他们的团队就率先的是对 RIF 的患者着床窗偏移做了一些这个探索。他们汇报的数据的话，大概占1/3，就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群。那么基于这个的话，他们就研发了这个 ERT， 那 ERA 啊，他们这个是就是初代的产品。ERA 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子宫内膜分成3个亚群，一个是容受性，还有容受前期的、容受后期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他们就可以做一个就是他们叫做个体化的移植，就是 PET。最开始的话，就是我是读他们的文献报道的话，它的精确度只能达到1天，就是说4天，第4天移植，第5天移植，第6天移植。后边呢，好像他们把这个芯片也是变成了 NGS 的平台。另外的话，就精度和算法上可能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也只能把精度提高到半天，所以最后就是个0.5天到1天的这么样一个水平。但是就是这个相对比较粗略的，根据他们报道的，就是 IVI 他们报道的数据的话，也是可以显著的提高临床妊娠率的。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还提到了着床窗的理论，像着床窗的话，认为如果是在自然状态下，自然周期的话，一般在排卵后的第6天到第9天。如果是我们平时做的人工周期的复苏周，比如说复苏周期的时候，用黄体酮进行转化，一般就是在黄体酮这个转化日的转化后的第4天或者第7天之间。一般认为正常情况下，着床窗的持续时间大概在30到60小时。就像这个右图显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是着床窗发生的偏移或者说缩窄，那么都有可能会导致着床窗开启的异常，也就是影响了正常的子宫内膜容受性，就可能和比如说我们的不孕症呢，甚至有一些这个妊娠期的并发症的发生，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好，这就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跟各位老师简要的回顾了一下2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的话就是想汇报一下我们之前我们中心就作为一个分中心做的关于 ERT 精准移植的一个临床研究的结果。我们这个是个多中心之一，研究的目的就是 ERT 作为一种新技术能否提高 RIF 患者的活产率，是个多中心的前瞻性的队列研究。我们中心是作为分中心之一。选取的患者的话就是 RIF 的患者，选取是大于等于3次这个移植失败的患者。同时，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跟胚胎着床相关的胚胎因素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胚胎因素进行了相对较好的控制，就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这个分中心是进行的单囊胚移植，而且要求囊胚必须是在3BB 以上的，就是相对较好的着床潜能和发育潜能都不错的胚胎。这样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对胚胎因素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分组的话就是一组是有 ERT 的结果，那么它就可以做 ERT 结合ERT 加上精准化移植。那么另外作为对照的就是不进行 ERT 检测，它只能进行常规的这个胚胎移植。主要的转归指标是活产率，那么每一位患者都进行随访，就是到分娩。像右侧显示的就是入组的过程和流程图。最后我们是 ERT 是一共检测了57例，但是这里边其中有一些患者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移植，所以说最后能够进行临床妊娠结局的分析的是45例患者。那首先在正式做这个临床研究之前，我们把我们中心既往的这个做 ERT 的患者，因为这里边不光是包括有 RIF， 它还包括做3代的，因为在我们中心有些做3代的，他胚胎比较珍贵，他就根据个人的意愿，他想做了也给他做了，还包括部分的这个内膜的问题，比如说薄型内膜。那么这个总数的话是200多例，那么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粗略的这个回顾性分析里边，发现存在这个着床窗偏移的人群就占了35.5%。因为既往文献就包括 IVI 报道的是大概28到30左右，我们这个35与它基本一致，而且比想象的好像还多一些。那么确实是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专家提出的这个想法的话，确实可能还是存在的。就是说在 RIF 的患者或者说这个哪怕是广泛的人群来说，存在着床窗偏移的这个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分析。
这个是这张 PPT 显示的是 ERT 的结果。像左侧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散点图，那么它推测的这个时间的话，均值大概在130小时左右，就是远远的是高于120小时。120小时就是5天嘛，就是我们推测的正常情况。那么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整体上作为一个 RIF 的人群，它可能就存在这个着床窗偏移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右侧显示的话，就是按照天数，就第4天呢、第5天、第6天分，可以看到主体还是分布在第5天的这个框当中的，第4天、第6天还是较少。那么这个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ERA 的话，因为它精度的问题，它只能分4、5、6，那么很有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还是处在第5天，但是他这个还是存在偏移的。这样如果按照 ERA 去移植的话，它可能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 ERT 的技术，它可以精确到小时，那么这样也可能会在精准化移植的过程中受到一些额外的收益。那这个是最后我们这个统计了一下，发生着床窗偏移的，在我们中这个分中心的发生率大概是28.07%，然后这个是就是柱状图的显示，你像这个红线标注的，就左侧的就是120小时以内的，然后右侧是超过120小时。那从这个图其实也看到，其实很多的患者他都存在，当然是就是局限在 RIF 的患者，很多的还是存在这个着床窗的偏移的。那我们这个里边举2个例子，就是我们是怎么进行的这个精准移植。比如说这位患者，那么他这个 ERT 的结果报道的是146小时，那就相当于说是6天加2小时。那他的这个标本就是 P+5的时候我们给他取的，他就处在容受前期，那么这名患者就存在明显的着床窗的偏移，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延长孕酮转化的时间，推迟 ET 的这个时机。这个例子的话，就相当于说它存在严重的着床窗的偏移的，是这样处理的。那前面其实我们还就是已经说到了，就还有这种，就是他报道的是5天加9小时，5天加9小时的话没到6天，如果是按照 ERA 的这个新版的，就是它可以精确到5.5天，那其实5.5天也没到。那么按照 ERA 来移植的话，就是相对一个比较粗略的移植。那我们把它定义为引号的这个着床窗轻度的偏移。那它的 P+5的标本就显示的还是处在容受期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 ERT 的这样一个指导意见，就可以更精确的，就是5天，就是严格的按照5天加上9小时这样移植，就可以校准它的这个孕酮转化的时间，来定它的这个 ET 的时机。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研究的话，它的这个结果。那么首先这张图显示的是基本信息和周期的参数。这里边需要注意的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年龄的话，像我们这个不用 ERT 组，它稍高一些，但是一个是31.5，一个是32.2，其实差的不太多，也没有统计学差异，临床意义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认为2组之间还是具有可比性的。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像这个 ERT 组是前次是一共是做了2次刺激周期，这个是2.85次，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个的话可能会作为我们后续分析的时候的一个混杂因素，但是整体上一些主要的指标，包括周期的参数，基本上是没有特别大的差异的。像内膜的话，确实是 ERT 组要厚一些，9.3，然后对照组是8.67，也是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呢，其实都是在7毫米以上，就是按照我们临床上的临床意义来说的话，应该影响也不是太大。那这个是妊娠的结局，可以看到，不论是临床妊娠率还是活产率，红色柱子显示的就是 ERT 组的，是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而且这个差异是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右侧这个图，右侧这个柱子，就是流产率。那么我们用了 ERT 以后，它是显著的下降的，而且这个绝对值是在5%左右，是大概有就是一倍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但是没有统计学差异，可能是因为我们纳入的标本数比较少，因为我们这45对40例嘛，样本量还是稍微有限一些。后续的话，如果有条件能够扩大样本量的话，也可能这个差异就是关于流产率的差异可能会有一些就可能会显示出统计学的差异。同时我们也因为我们这个临床研究是作为一个分中心，也是问了整体的数据也是一致的，就是说流产率上
如果是用 ERT，它可能潜在的有改善的趋势，但是没有统计学，目前暂时没有统计学的差异。那么我们这个临床研究作为分中心的结果也发表在这个近期的这个公开发表，就是虽然说就是在审稿的过程中啊，这个审稿专家也是觉得我们这个样本量还是有限，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中国人群上，这个也是用我们自己的数据说明这个 RIF 的患者是存在一定的着床的偏移的，这个发生率是28.07%，和既往国际上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还有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临床研究呢，我们展示出这个 ERT 有一定的优势。第一个的话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就相对比较精准的一个推荐，就是可以精确到小时的移植。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以及潜在可能降低流产率，这样也是初步的提示 ERT 的临床效果还是很好的。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初代的产品 ERA 相比，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因为我们的平台是RAseq 的平台，同时像刚才李教授其实也介绍到了，就是联合到了有 AI 的技术，它是个持续更新、算法可以持续学习的这样一个模型。从这个它给出的临床指导意义的话也是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可以精确到1小时，但是初代产品的话就是1天。个别的可能能够到半天，那其实和我们这个小时比还是差的很多的。后续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ERT 的能不能进一步的使用，目前我们的临床证据显示它还是用在 RIF 的患者，同时的话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它比较贵，所以说用之前肯定是要跟患者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要告诉他这个成本还是会明显的提高。那未来的话，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就是进行一些随机对照研究大样本的，另外的话看能不能够在其他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做3代试管的，胚胎比较差的，还有这个薄型内膜的。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比较头疼的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第3天的胚胎的，但是又想用 ERT 的这部分也是个我觉得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后续的话也可能会就是说针对这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那第3部分就想和各位老师再讨论和汇报一下有关于这个胚胎着床过程中免疫调节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里边其实关于胚胎着床的免疫调节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这个学习班主要是 focus 在子宫内膜上，所以我们也是重点是就是讨论这个子宫内膜的免疫调节。像这个其实最早就发现子宫它是一个免疫调节很富集的这样一个器官，在这个不论是免疫细胞啊，或者说免疫因子增生期的时候都是表达的非常稳定的，但是在分泌期尤其是围着床期，那这个变化很大，而且发现它的免疫调节非常活跃，所以说就推测这个免疫调节可能在子宫内膜收缩性调控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比如说我们说免疫细胞，那么在围着床期 NK 细胞的表达是显著的上升的，那么巨噬细胞啊会下降，还有就是 T 细胞，尤其是这个偏向毒性的 T 细胞表达是显著下降。那免疫因子也是类似的，比如说像白介素2、10这样一些我们现在认为对胚胎着床有益的这样一些因子表达是上升的，而一些毒性的，比如说 TNF 阿尔法，它的表达经常是下降。另外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就是需要进行双向调节，最后达到一个适合的表达的模式或者是水平，像 TGF 贝塔或者 FOXP3 这样一些因子，有像这个右图所示的。最后的话，如果我们想达到一个成熟的妊娠的建立以及妊娠早期的维持，那么理想状态下，比如说像右图主要是在讨论 T 细胞，那如果是达成了这以 Treg 和T helper 2为主的这样一个免疫调节，那最终呢它就实现一种免疫的耐受，这个是认为是有利于正常的妊娠建立。那如果是 T helper 1为主，那么就达到的效果就是一种免疫的失衡，那这个可能和不孕症、流产甚至一些比如说子痫前期的这种妊娠期的并发症相关。右侧的话，这个图显示的就是更综合一些，它既包括有 T 细胞，也包括 UNK 细胞，还有就是巨噬细胞。那么也是类似的，就是说达到一种比较和谐的免疫调节状态，对它的母胎界面的免疫耐受啊，还有早期妊娠的维持都是有益的，就是所谓的2型免疫反应。那如果是与之相反的，是一种异常的
不平衡的状态，那么就是一型的免疫反应，就有可能和不孕症是有相关性的。那么于是，在2022年就有一些这个致力于这个子宫内膜免疫以及这个免疫治疗的专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之前都知道 RIF 的患者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是存在宫腔内免疫状态的异常的。那之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都是根据经验来进行治疗。那么像他们的话提出这个相对较新的观点，就是用一种就是实现这种新的免疫治疗。这种新的免疫治疗都是要依据这个内膜活检，就是对这个内膜先进行检测，区分它是这种 hyper 的，就是免疫过强型，或者是 hypo 的这种免疫过低的状态。然后呢，根据这个亚型再进行个体化的治疗。当然，这个文章他说，文中比如说他列举了可以通过 T 细胞的亚群比啊，或者说可以通过 NK 细胞的表达数量，以及它的一些相应的试剂盒的免疫状态来进行评估。但是呢，他也并没有说明确的提出哪一种分析的方法。这里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这种免疫过低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有这种骚刮呀，或者是宫腔内的灌注啊，还有极弱刺激因子的灌注，这些都可以。最终是想实现一种促炎和这个促血管生成，有利于胚胎着床的这样一个效果。与之对应的，如果是免疫过强的，那么要对它进行一些抑制。可以采用的办法，比如说阿司匹林、肝素、丙球、激素这样一些，最后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呢，就是抗炎的。同时它可以促进免疫调节，抗免疫这个杀伤性的这种细胞局部的浸润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是关于胚胎免疫的这个基础理论。那就根据这些基础理论和2022年这位就是这个国际上的学者提出的这样一个设想，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因为这个免疫太复杂了，就是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像就是在我们中心呢是选取了一些患者，这个也是选的这个 RIF 的患者，超过3次移植失败的人，采用的是比较新的技术，也是得益于益康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是用了相对比较新的解析的办法，就是 Bulk 组织的单细胞类型解析的这样一个，它可以提供这个免疫相关的免疫细胞啊，或者说免疫因子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这是结果的举例。首先的话，它这个检测的话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内膜细胞类型检测的结果，像这张表中显示的，它可以显示这种上皮细胞呀、基质细胞呀，以及各类的免疫细胞的这样一个相对的表达量。同时它还可以细分出这个免疫细胞各种亚型的表达的情况，比如说这里边包括有 UNK 细胞、巨噬细胞，还有各类的 T 细胞，还有就是免疫因子。但是免疫因子，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报告，是很多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目前，像我们自己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因子很多，那么如何去判定，如何去根据这个结果进行治疗，这个也是个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这是 RIF 的患者免疫细胞的各类亚型的表达的情况。可以看到，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患者是 UNK 表达上升的，那么有一些是下降的，还有呢像巨噬细胞和 T 细胞这些都有。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结果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RIF 的患者做这个免疫细胞的表达的话，抑制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点上还是相当于说就是2022年那位学者提出的对免疫的状态需要进行个体化的免疫干预，这个的必要性还是很大的。另外的话，就因为它抑制性强，所以说我们想了一下，突破口在哪儿？就是说能否寻找到一个明确的亚型？那根据这个均质性稍微好一点的这样一个患者群进行统一的干预。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 RIF， 然后它同时又有这种顽固型的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患者，就是不是把这部分人特化出来，然后去进行研究。比如说这个里边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是 RIF 的患者，然后他是一个合并了反复的慢性子宫内膜炎的，就进行了各种方法的治疗，但是他总是会出现，最后做了 EMT 的话，他是有这种葡萄球菌的菌属的这样一个异常。那像这类的患者，我们选了有6例，和没有子宫内膜炎的患者进行了比较。这个是做的一个生性分析的一个，这是火山图，然后呢，这是 GO 的负极结果和 KG 的通路。细节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跟我们预想的比较一致，都是和免疫相关的一些
反应和免疫相关的通路是有相关性的。这是组织细胞的，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如果是 RIF 的患者，他同时合并有慢性炎症，他的上皮细胞的表达是明显的下降的，他的淋巴细胞总量表达是上升的，这个是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的。同时如果是免疫细胞的话，可以看到 M1 型的巨细胞表达显著上升，然后这个比较重要，就是 Treg 的表达是下降的。另外还有这蓝框里显示的就是暂时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呢因为我们样本量有限，这个趋势其实还比较明显，就是提示也可能 NK 细胞会下降，同时毒性的这种 CD8 的 T 细胞可能表达会上升。同时我们还找到一些这个因子，比如说这个当然也是跟免疫相关的因子，比如说 CXCL1 和2，但是这些因子的话可能后续会深入的话再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后续的话我们的设想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最后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些这个先进技术的一些结果再反哺，这个就是通过一些干预的话能不能让它产生临床的效果。初步的设想就是通过这个活检，然后找到一些这个特化的人群，用统一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泼尼松和环孢素进行一些基本的干预，同时想的是还结合他血清学的免疫的状态，如果是血清学上也有异常的话，考虑给他用点他克莫斯，那么没有的话就是单用泼尼松和环孢素，最后再来看他对这个宫腔内的免疫状态有没有改善，以及这个如果是有改善的话，这个改善的效果能不能最终转化到提高临床的妊娠率。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各位老师汇报的4个小的话题，谢谢大家。好吧，那我来介绍第2位讲者，是我们中南大学腺样医院的博士后杨天丽教授。他在那个内膜溶顺性方面也做了很多生性方面的研究，画了很多的论文。然后虽然他的简介非常简单啊，但他做的工作实实在在的。好，现在有请杨天丽教授。好，感谢大会，感谢李老师，感谢张琼老师。很高兴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中心去年的一些数据啊。还是这个话题，但是数据是最新的，但是还是很粗浅的数据啊，我只能够说就是拿出来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还是以一个3个问题的形式来展开。首先第一个问题 ，RIF 的发生率大概有多少？第二个 ，ERT 在 RIF 人群中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3，它在特殊生殖人群中的应用效果如何？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就回顾了一下我们中心2014年1月到2020年12月期间，共计24000多个移植周期。我排除了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它没有第一次移植的，排除了年龄大于45岁的以及没有 BMI 数据的患者。最终我拿到了21530个周期来进行分析。随后呢，我暂时不考虑这些患者的一个妊娠情况，我就拿他在我们中心做了几次移植，我给他进行一个分组。我们得到了共计13964名的患者。可以看到，有8500名患者是进行了1次移植，紧接着的呢是3879名移植了2次。随着移植次数的增多，这个病人数是逐渐下降的。我们最多的一个患者是移植了9次。同时我们也发现将近有 11.35% 的患者他是至少移植了3次。然后我计算了一下每一个分组的患者的一个累计临床妊娠率，我们的单周期移植是妊娠率可以达到 68.11%， 但是2次移植和3次移植继续往后，这个妊娠率是逐渐下降，特别发现6次和6次以上的这个周期的患者非常的低，仅仅只有 11.51%。随后我又做了一件事情，我以患者首次达到宫内临床妊娠
这样的一个事件为一个观测截局点。那一个患者他要达到首次的宫内临床妊娠，他需要多少个周期呢？我就按照他需要的周期进行分组。如果他一直没有达到临床妊娠，那我就按他移植了几次来进行分组。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折线图，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分组条件下，单次移植的妊娠率是 47.26%。但是如果这个患者首次移植不成功，他再追加一次移植的次数，他的一个妊娠率可以提高到 60.91%。2次没有妊娠呢，再追加一次，可以再提高将近3点几。可是我们发现随后再提高就出现了一个平台期了，它的妊娠次数再多一点点的话，它仅仅也只维持到了 64% 左右。为了保持我们既往的文献相一致，我这儿暂时是用了2014年波兰斯基对 RIF 的一个诊断标准，也就是说连续2次新鲜周期或者是冻胚周期移植失败，并且我累积的优质卵裂期胚胎数不少于4枚，或者是优质囊胚数我不少于2枚，我定义为了 RIF。 于是我把这13000多名患者我一个一个的去筛选，最终我发现有1788人，也就是占到了 12.8% 的患者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既往有学者呢，他不是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定义，比如说左边这一位学者，他用的就是3次连续冷冻的，而且还是整倍体单囊胚移植失败，并且这个患者呢，他还要有一个正常的子宫，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定义为 RIF。而且他发现经历过3次这样的移植之后啊，他的一个累积持续植入率可以达到 95.2%， 也就是说可能不到 5% 的人我才能诊断为 RIF， 非常的罕见。而右边这位学者呢，他更进了一步，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发现如果说我连续5次的整倍体囊胚移植，我的累积活产率可以达到 98.1%，还是很高的啊。那上面都是经过了 PGT-A 筛选的胚胎，那如果我这个胚胎我没有经过筛选怎么办呢？那这一位学者他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答案。他用的样本量是11463名啊，他跟我们的数据不一样，他没有出现平台期，而且他把囊胚和卵裂期胚胎都分开进行一个绘制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额外的移植次数的增加，累积活产率是逐步上升的，特别是到了第6次囊胚移植之后，可以达到 68.3%， 而第10次呢，可以达到 78%。在这个基础上，卵裂期胚胎的移植可能还低了 10个点左右。同时他也发现，女性的年龄每增加1岁，活产率就会下降。而且与卵裂期胚胎相比呢，我移植囊胚我有更高的活产率，同时我移植评级为优和良的胚胎占比越多呢，我这个活产的概率也会越大。所以总结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中心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用波兰斯基的这个标准，我们发现 RIF 患者的占比呢大概是 12.8%。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再定严格一点呢，是多少呢？那我觉得应该可能会低于 10% 这个水平啊。但是现在目前学界普遍还是认为这个真实的 RIF 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好，第二个问题， ERT 在 RIF 人群中的应用效果如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应用体会，而我们中心呢，总结了我们之前的数据，并且与益康基因的各位老师一起合作，成功在今年的3月份，我们发表了我们的一个研究成果。这篇文章呢是详细的阐述了我们当时是如何从3次取样 ERT 逐步升级到了今天的单次取样，并且在后续的
将近500多个瑞福患者当中，我们去探讨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我们纳入的呢是2020年6月到2023年12月期间，将近961名的一个 RIF 患者。我们排除了年龄大于45岁的、BMI 过胖的、拒绝进行研究的，以及他没有后续可移植胚胎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纳排标准。比如说，我们排除了有子宫内膜疾病的、没有经历过处理的这个输卵管积液的、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的等等。最终，我们纳入了574名 RIF 患者。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去进行一个随机对照的一个策略，我们是让患者自主去选择我是否进入研究组接受 ERT 的检测。所以可以看到右图，这种病人自主选择的就是在基线方面就有了一些差异。就比如说我研究组的病人，我的年龄可能要稍微年轻一些，但是我的不孕年限呢要更长一点，我的原发不孕的占比呢可能是要更高一点，而且我经历的就是这个既往的失败的移植周期次数也会更多，并且非输卵管因素前来住院的患者的比例也会更低一些，就倾向于临床上的一些老大难的患者，他可能更愿意去接受一项新的一个技术。而在糖脂代谢和甲状腺功能方面呢，两组也没有差异。同理呢 ，AMH 还有基础窦卵泡数也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在基础的 LH 水平、雌激素、孕激素水平还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中位数，其实组间的这个相差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临床上面呢，它可能不具备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好，我们来看，在261名接受了 ERT 检测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子宫内膜窗口的移位率可以达到42.几。同时呢，他们在后续的周期类型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组还是以一个激素替代周期为主，同时研究组呢有更高的囊胚移植占比，同时他们的那个移植优胚呢可能会要稍微少一些，但是呢也有更少的一个移植胚胎个数。在结局方面呢，研究组在移植后12天贝塔 HCG 阳性率、宫内临床妊娠率、胚胎着床率、早期的自然流产率、持续妊娠率和足月活产率和活产率都是显著高于对照组的。那我们是如何去解读这个结果呢？它基线不平衡，那我们就要做倾向性匹配评分，使得两组的这个基线差异呀，我们要尽可能的达到一个均衡，才能好去解读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匹配之后，我们得到了两组各162例的一个患者。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基本上这些基线资料都平齐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他们的一个研究结局，发现研究组在移植后12天的贝塔 HCG 阳性率、胚胎着床率，还有早期自然流产率都还是显著增高。虽然宫内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还是高于对照组，但是因为匹配后这个两组样本量的减少，统计学尚没有出现差异。我在想，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样本，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还是能出现差异的。同时呢，我也发现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研究组为什么它的早期流产率要更高一些呢？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两组患者他经历了 PGD-PCS 的占比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这里绝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他的胚胎都是没有经过筛选。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 ERT 其实解决的只是内膜发育同步性的一个问题，
我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胚胎的发育潜能。所以当我调整了这个窗口之后，我的胚胎虽然能够着床，但是因为它本身的发育潜能，就使得它只能在早期终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小结一下，就是就我们中心的数据来看， ERT 在瑞妇人群中的一个应用效果呢，已经得到了初步证实。但是后续我们仍然是需要有更多的中心，而且一起做 RCT 来去验证这个结果的一个可靠性。如果有条件，最好还是要做 PGT-A。 好，第三个问题，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首先第一个人群是高龄。我将这些女性呢，她按照年龄就进行了分组，分成了4个亚组。那我发现随着周期移植次数的不断的增加，非常年轻的第一组，也就是小于等于30岁的这个人群，它的这个占比啊是有下降的。同理，它下降，那另外3个群体的占比就会往上升。然后我们在13000多名没有做过 ERT 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当中，我们就发现，我这里的结局是首次的一个胚胎移植结局啊。好，然后就是小于等于30岁的，他们的结局是最好的，可以达到 53.7%。但是如果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妊娠率是不断的下降的，特别是41到45岁期间的这个患者，他的妊娠率只有 16.34%。然后我也回顾了一下我们中心迄今为止1200多例单点 ERT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我们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患者子宫内膜它的这样窗口的移位率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如果我调整了这个窗口之后，我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就是在同一的这个年龄亚组啊进行比较，它其实妊娠结局都有一个提高，只是提高的程度不一样。提高的最明显的呢，是年龄在36到40岁的这样一个黄色的一个区间。我们也发现了，对于年龄区间在41到45岁这样的一个人群，它只提高了将近 1%， 然后还是非常的小。好，我们的第二个人群，疤痕子宫，发现随着移植次数的增加，这个疤痕子宫啊，它的一个人群占比也是一个增加的趋势，但是大家组间差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在我们880多名没有做 ERT 的疤痕子宫的一个患者呢，我们发现他们的首次的宫内临床妊娠率是 34.46%， 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做了 ERT 的90多名疤痕子宫的患者，我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窗口移位的情况。我这边用的对照组呢，我用的是仅因为输卵管因素、男方因素、复发性流产以及不明原因不孕的这4类人群来做的。而这4类人群呢，它的一个移位率大概是 37.25%， 而疤痕子宫呢也没有提高多少，大概 3点几。可是当我们个体化胚胎移植之后呢，他们的一个妊娠率就是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可以达到 51.09%。第3类人群 DO2 跟前面2组不同，这一组病人他随着这个移植次数，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趋势啊。占比最高的呢是移植2次的病人，是达到了 9.63%， 而移植3次呢是达到了 7.26%， 这样一个比较低的。然后在1600名没有做 ERT 的 DO2 人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妊娠率是比较低的，只有 28.47%。而在220名做了 ERT 的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窗口移位率是达到了 45.91%。但是调整之后呢，它也较没有做 ERT 的有所提升，提升了7个点左右，但是并没有达到 40%。所以说这一部分人，他可能更为影响的还是他们很稀缺、很珍贵的胚胎。
第4类人群 PCOS 跟 DOR 一样呢，在组间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趋势，占比最多的呢依旧是移植2次的患者，占比最少的呢就是移植3次的，只有 8.45%。在1500名没有做过ERT 的 PCOS 患者，我们发现他的临床妊娠率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达到 56.05%。而在我们做了 RIF 的整个群体里面，这个 PCOS 的占比也是比较少的，只有70多名。但是他们的窗口移位率可以达到 50%。调整之后，这些患者的一个临床妊娠率可以达到 64.62%。最后一类人群，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也是可以看出没有明显的一个区间变化。最高的是移植2次的人群占比，最少的话呢是移植4次或4次以上的。在720名这一类患者当中呢，他们如果没有做 ERT 的话，他的一个临床妊娠率大概是在 46.05%。而在120名做了 ERT 的这一个人群里面，窗口移位率大概在 42.4%， 也是高于对照组的。但是调整之后呢，它的临床妊娠率可以达到 60.98%， 也很不错。所以上述是我们中心一个非常非常初步的数据，但是尽管是从这些初步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ERT 呢，或许可以使这些高龄人群啊，以及合并疤痕子宫啊、DOR、PCOS 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些特殊情况的患者呢，在不同程度上去受益。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准确的结论，我们后续肯定是要去做每一种不同疾病的前瞻性队列去研究，而且我们单中心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其他中心感兴趣的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去一起探索这个领域吧。好，以上是我粗浅的分享，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谢谢杨天丽老师精彩的演讲。我们有请第3位演讲者是李颂君老师，深圳市罗浮区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他是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生育率保护与保存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免疫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很多的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学术任职，发表了 NCI 论文5篇。好，下面有请李颂君老师的。好的，非常感谢李玉平教授的邀请，也感谢张琼教授的介绍。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我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 EIT， 从一个纯临床医生的一个临床操作的角度来讲这个 EIT 的一个话题哈。那EIT 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像移植一样的去准备一个内膜，然后做完检查以后，我们又要像移植一样的去像做 EIT 的准备一样的去重复这么一个周期。所以我认为在 EIT 的整个过程中呢，它的内膜准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很多的老师呢，他在做的都是做的替代周期，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呢，我们的替代周期，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去做替代周期的话呢，它的妊娠率会低于我们的自然周期。所以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我要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个冻胚移植的一个内膜准备以及时机把握。这是全部是我本小组的数据，说是我们中心的，但其实为了我呈现的数据跟我说的是一致的，所以这呈现的是我本小组，这是2023、2024年2年的数据，总共是2400多个冻胚移植周期的数据。那在我们的这个冻胚移植里面呢，我们的自然周期是占比 28.77%。哪些人做自然周期呢？就是排卵规律的患者，内膜又没有问题的，我们就会优先去选择做自然周期。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他排卵不规律，我们会用来去做诱导排卵，去做内膜移植，做内膜准备。第三类患者呢，就是现在应该各中心都非常多见的是薄型内膜的患者，不管是宫腔粘连导致的，还是并没有宫腔粘连薄型的内膜的，也是非常多见的。那这类患者呢，我们会用他木细分去做内膜准备。还有一类患者就是我们做了卵泡期长方案。
做了全盘冷冻，或者是做了首次移植，但是并没有怀孕，要去做及时移植。做及时移植的这类患者，我们是卵泡是长不起来的，除非你给他打针。那针的话是我非常不愿意打的。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会给他做激素替代周期。所以所有的激素替代周期的患者，我们只有99.55%的一个比例。还有就是一些内膜异位症的会采用降调加替代，就是这个数据是这么来的哈。那为什么去用一个有排卵的方案？这是文献的一些结果哈，就是对于排卵规律的患者，自然周期的话呢，有非常多的，这是一个荟萃分析啊，显示很多的研究显示我们的自然周期它的结局会优于我们的人工周期。而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呢，这也是一个荟萃分析，显示用来取出去诱导排卵的话呢，它的临床结局也是优于我们的激素替代的。那对于第三类患者，就是薄型内膜的患者，现在也有不是特别多哈，也有一部分的研究显示我们的他木西芬，因为它是一个雌激素受体的调节剂，它可以使我们的子宫内膜增厚。我们的数据观察也是，它可以内膜可以厚1到2个毫米，然后呢，它的临床妊娠率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内膜选择方案的一些文献的依据。那对于有排卵方案的话呢，它的难点在于它的一个移植时机的一个把握。就是我们要去把握它的一个排卵时间，然后再去给它根据胚胎类型去进行移植。大多数的内膜有排卵方案的一个移植时机的把握呢，无非是根据 LH 水平、根据卵泡的大小、根据孕酮的水平等等这几个指标去把握啊。那这篇文章的话呢，他做的研究是观察了这些自然周期的患者，根据 LH 的水平小于20持续1天，第6天去移植。和大于20，因为大于20是定义为初分哈，有一种这么一个定义的。那大于20持续2天，第6天去移植。第3组就是大于20持续2天，第7天去移植。所以其实它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了哈，这些病人的一个移植的时间。那跟他这个研究的结果呢，3组的临床妊娠率是没有差异的。好，他最后其实这个研究里面还观察了一个激素的变化，不同的时间去最后去移植。它的结果也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他认为在自然周期中，RH峰以后的6天或者是第7天移植囊胚，临床结局是同样好的。那雌二醇和孕酮的变化呢，对临床妊娠率是没有显著性影响的。好，这是上海邝一平教授他们做的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内膜准备的一个研究。我在这里重点是讲一下它的一个移植时间的把握。它也是根据 LH 的水平去进行扳机，然后去确定排卵时间来进行移植的。如果是 LH 大于20，它是当天下午扳机，然后第2天算排卵，加3天移植卵裂胚，加5天移植囊胚。如果是 LH 小于5，那这个时候意味着它没出峰，那就是晚上9点扳机，隔天算排卵，加3移卵裂，加5移囊胚。其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自然周期或者是来去做诱导排卵，都是学的它这么一个方法去进行移植时机的把握的。而且这么去做的话呢，发现我们其实很长一个时间，我们的一个临床妊娠率都是非常稳定的。特别是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我们连续统计5年的一个数据，单囊胚的移植，40岁以下的这些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它可以达到将近70%到75%的一个临床妊娠率。好，那这么做我们就持续了大概差不多10年的时间哈。其他的还有这是广州妇幼的孙宁教授他们做的研究，他就是根据孕酮水平、排卵后孕酮的水平来把握移植时间。他们以前常规的做法呢，就是卵泡一看到卵泡排了就定为是 day 0。后来他们是根据孕酮的水平，看到卵泡消失以后，给他查个孕酮，来根据孕酮的水平去判断排卵的时间。这个数据可以记一下哈。孕酮小于3定义为 day 0，3到6是 day 1，6到8算 day 2，也很好记哈，8到10算 day 3。那这么做以后呢，他发现用孕酮水平去把握移植时间以后呢，它的临床妊娠率是显著升高的哈。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按照 LH 水平进行扳机，然后去把握移植时间的。效果好像也还可以哈，但是没有对比，其实不知道有差距的哈。到了2022年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全世界哈经历了疫情，那疫情对我们医疗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患者来医院变得不方便。我们医院在2022到2023被关停了好多次，我们经常把全部医生护士转移到我们的社康去开诊，都有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减少我们的患者在医院等候和反复的次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为根据孕酮去把握时间。那所有的患者只要他卵泡一成熟，今年血结果一出来，就给他把 hCG 就打了，打了以后也不等也打了以后明天也不来，就等到隔天再来测，给他测一个孕酮，跟前面那篇文献的做法是一样的哈。那这么做以后呢，我们病人就不需要等到下午或者晚上去打针了。如果你要晚上打，他可能上午抽完血回去，晚上又得来一次医院，那这样病人的往返次数、等候时间是明显减少的哈。那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数据，这是22年我们开始做之前小样本做了一下。这只呈现最好的这组人群是囊胚移植的，用来去做内膜准备的这组人群。那我们按传统的 LH 去定的话，去定移植的话呢，它的妊娠率是70.79%。那调整以后它就高了差不多10个点。关键是流产率也在下降。好，这是第二种方法哈。第三种方法，去年2024年在 Human Reproduction 有发了这篇文章，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叫我们的自然周期 NPP 方案。这个方案的它的贡献在哪里呢？它是把我们的有排卵的方案，在我们的卵泡不管卵泡大小，在内膜达到7个毫米的时候，就给它进行孕酮的转化。前面是按自然周期走，后面呢就学了替代周期。所以它这个方案的话呢，它其实是兼顾了自然周期的一些用药少的优点，又减少了孕酮的又减少了一个病人往返的次数。好，它的一个结局的话呢，发现NPP 这一组的话呢，它的一个活产率是显著高于我们的替代周期组的，而它的流产率呢也是活产率就显著高于替代周期组，流产率呢就显著的低于替代周期组，跟 NC 相近，甚至会更高哈。那并发症的话呢，孕早期出血 NPP 这组是显著低于我们的人工周期组它的一些围孕期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疾病等等的NPP 这组是最低的哈。这么有意义的研究，我们就也做了一点点观察哈，做了数据的观察。那我们做的呢，就有想象，既然是有排卵，那我们的自然周期和来曲唑应该都是有卵泡发育嘛。我们就除了做自然周期以外，还做了一些来曲唑以及他莫西芬促排卵的一些病人。那自然周期的话呢，观察到现在为止有持续妊娠的还没有全部观察完。那我们自然周期组总的持续妊娠率是48.48%，那促排周期组呢，它的持续妊娠率是63.46%。但是我们进行一个年龄的分层的话呢，我们自然周期组的持续妊娠率有65.22%，促排 PP 组呢是66.67%，这是没有做任何的纳入剔除标准的，就是一个粗略的一个数据。但是对于高龄的患者呢，它就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当然，人群样本非常的小哈。好，那我们推测增殖期用孕酮去转化的话呢，可能存在有以下的一些优点。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改进，就是它是7毫米就直接转化，我们会观察它的卵泡接近排卵的时候去转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移植当天再去做一个 B 超，发现这些患者几乎都有一个正常的排卵，而且有个正常的黄体形成。所以的话，我们就大胆的做了一个改进。它排完卵以后，移植以后，我们的孕酮就只改成了地圈酮口服，早晚各1克。就你看刚才看到持续妊娠率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认为我们推测它可能这么去转化的话，改善了子宫内膜的同步性，也减少了监测的频率。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 EIT， 我们 EIT 是要做到精准移植。精准移植的话呢，我们是要自己去把控的这个排卵的时间，会更好一些。所以的话，假如我们去做 EIT 的话，如果我们的数据支持它的妊娠率不差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有一样的有黄体形成，它可以降低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好，现在看一下我们的 EIT 的数据，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数据的呈现哈。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说我们的一个内膜准备方案，就是我们的平时移植内膜准备怎么做的？那我们的 EIT 内膜准备我们就是怎么做的？所以这是2023到2025年呢，我们总共做了100例患者。那这100例患者没有做第2次的所有的人都只做了1次取样，EIT 的1次检测。取样有取2次的是一些 EMT 去复查的有的。那么在这100例人群里面呢 ，NC 是37例，它处于容受前期的是7例，只有18.9%，没有容受后期的。那偏移4小时以上，因为偏移4小为什么定的偏移4小时以上？其实刚才像董博他们是建议
完全1小时就去进行移植的调整，我们并没有这么做。4小时以上呢，我们比如说我是上午取的样，他有往后推，我可能去调到下午去取。所以偏移4小时以上的话呢，这些患者就达到了90%。所以我们就91.9%的人可能去进行了一个移植时间的调整。最后去统计的话呢，这些患者有30例完成了移植，有27例患者已经怀孕了。那这27例患者呢，这些整个所说的这些移植后的妊娠率是最多就是2次移植，绝大部分的患者是1次移植的一个结果。那第二组呢，就是 NPP，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新发的，今年才开始做，我们只做了5例，没有种植床移位的，然后呢，但是也有稍微有点偏移的。那我们去移，现在才移完2个，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还没移？好多 EMT 异常的我们都还在治疗中。好，第3组呢是来局做促排卵的，来局做促排卵的样本也比较少，因为我们的多囊患者本身成功率就很高，反复失败再去做的就很少了。所以这一组的人群的话呢，它处于容受前期、后期的都非常少，全部都是在容受期。但是呢，也有一点点小偏移的，占到了70%。最后我们移了8个，现在8个都怀孕了。然后第4组的话呢，就是来去做 PP 的。来去做 PP 的话，我们做了5例，有1例处于容受期，其中还有1例是整个我们的来去做的这2组人群里面有3例患者跟我们去做的那个种植床是完全吻合的，没有偏移的，有3例。然后PP 的这一组的话呢，现在完成了3例移植，也是都怀了。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的薄型内膜的患者。薄型内膜的患者，我们做他木细分，以前我们全部是排了卵以后再去给他去取样的。它的偏移率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41.2%的一个偏移。还有一个是处于容受后期的。那这些患者呢，我们就经过调整以后去移植，15个患者移了以后，其实也只有9个怀的，怀孕率还是显著的低于我们其实内膜正常的这一类人群，只有60%的一个妊娠率。那 PP 的话，他们新闻 PP 做了3例，3例做了4例，有3例是偏移的，偏移率非常的高。我当时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哎呀，我说这个他们新闻这个方案不行啊，都是偏移的，因为我们平时全是照排卵的时间去移植的。后来我就把我们的22年到24年的400多例做了他们新闻的这些样本全部调这些周期全部调出来去看，因为这些患者很多都是反复失败的，因为内膜不好嘛，好多4、5个毫米内膜重度宫腔粘连的。去统计我们这400多个他木细分周期，其实也有45.7%的一个妊娠率。好，那我们这个方案到底需不需要淘汰？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哈。最后一种方案呢，就是替代周期的。那替代周期我们只做了22个人，有12个是种植床容受前期的，占到了发生率有54.5%哈。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去看我们的激素替代周期，它的妊娠率就会比其他方案会低一些，流产率会高一些，可能跟它的种植床偏移发生率高应该也是有关系的。那整体来说，我们所有这些人群去看的话呢，它的一个种植床偏移率呢就只有30%。那最后经过干预以后呢，我们1到2次的移植，最后有80%多的人是怀孕了的。其实这些100例患者里面还有3例患者是我们做了去别的医院移植的。所以我们是没有统计妊娠率的。在 HIT 周期中呢，有2例移了以后怀了，最后还是流产了。其中有1例流产，后来我们又找到它的原因，又去复查它的 EMT， 发现它的乳管菌降到了0，致病菌又是几十的一个比例啊。好，那我们送检的这100例人群呢，小于35岁的是42人，占42%；35到39岁是41人，41%。所以主要还是40岁以下的人群。那高龄的患者，刚才我们的前面2位老师也在说，高龄的人群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有没有意义？好像意义不大哈。我们做了17例，17例患者呢有种植床移位的，但是它的并不因为高龄这一个事件导致它的种植床偏移的发生率高，还是跟我们的方案选择是有关系的啊。那所有这些患者呢，我们都会，主要它是反复失败的，我们就不会只给他查一个 EIT， 我们都会做一个 EMT， 这2个检查联合去做，还是有很多发现的，我后面会再说哈。那在我们这些送检人群里面呢，最大年龄是47岁，他在我们中心经历了6次取卵，然后4次移植，最后他的种植床提示，因为前面移了3次失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种植床的检查，提示他要6天加3小时移植，最后今年已经足月分娩了。好，那我们中心的 EIT 病人是怎么管理的呢？首先刚才说到纳入条件，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发文章？就是我那个管这个工作的这位医生，他一说，哎呀，主任这些人好多都不符合反复种植失败，怎么发文章？所以我们就一直没去发这篇文章。
那我们有好多3次以上失败的，包括一些保险内膜的、高龄的也在做。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做 EIT 以后，我们还要去做下次的移植，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再次移植的话呢，尽量去跟我们的前次取样的方案是一样的，去准备内膜。那为了达到这一点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方案很多，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送检的时候，我们的单子上是一定要详细的写清楚，它是转化的，什么时候转化的，什么时候取样的，主要是要加一个取样的时间。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电子病历系统里面它并没有这个周期的一个准备表，所以我们是一个纸质的表，这个表填好以后呢，我们会扫描到我们的系统，连同到这个 EIT 的一个报告，我们一起扫到我们的电子病历系统里面。因为在再次移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查。第4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因为要精准移植，因为不像替代周期那么好把握啊，我们的这个移植时间的把控，我们是要3个医生同时去看的。开始做下遗嘱的这个医生，然后我们下电子通知单的医生，再就是第3位核对，3人核对以后，我们才下遗嘱。根据我们的一些发现的话呢，我们会更建议我们的患者，我们谈的时候就直接问他，会建议他2个检查一起做。好，那我们的报告单的管理的话呢，我们的系统里面有个对于外院验单的一个拍照新增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就会把它拍到系统里面去。这个时候因为你放到单周期的病例，你根本是找不到的，所以只有在它这个位置就很好找。那我们为了统一处理的话，我们所有对于结果的报告的解读呢，我们也是进行了统一的培训。好，刚才大家看到我们其实处理以后，我们的妊娠率还是不错的。是高于刚才临床文献报道的一个妊娠率。那其实我们是多做了我们的一个 EMT 的一个检查，其实这个检查异常率还是非常的高。我们后来就拿了完全符合反复种植失败条件 ，EIT 又没有移位的这样的患者，完全符合条件的患者挑出来不多啊，只有40例的患者。那这是40例的患者，我们来看一下，乳杆菌主导的只有13例，是32.5%的一个比例。那即便是它有乳杆菌主导，最后它检出致病菌的比例依然达到53.84%。那经过治疗很简单，就是选用对应的，它基因报告会提示哈，敏感的抗生素治疗加上益生菌的治疗以后，它再去移植，就达到了90%多的一个临床妊娠。那非乳杆菌主导，就是我们的乳杆菌比例低的这一组的话呢，它的致病菌检查率就非常的高，达到81.48%。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种乳杆菌很低的病人，你经过干预以后，再去给他去复查，他前次是链球菌，下次变成葡萄球菌，乳杆菌依然是0。见到这么一些顽固的病例，干预起来非常的难。那这些致病菌的话呢，最多的是葡萄球菌，其次是葡萄球菌、链球菌和那个赖色菌、长球菌，还有一些反复我们去做阴道微生态检查，会发现那种老是加德纳菌阳性，治都治不好的那种患者。内膜我们发现最高的加德纳菌比例占到了98%的患者，好几例，就吃个甲硝唑，再去移植它就怀上了。好，关于这 EIT、MET 检查，因为现在其实没有个很好的标准哈，哪类人群要去做，怎么样去做，精准移植如何去把控，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南共识来指导我们的。那我们的高龄患者反复失败到底要不要做，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哈。另外的话就是偏移，倒是今天我通过听课得到了答案，就是我每1小时就要去调整哈。那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部分的那些乳杆菌极低的这些患者，治疗效果真的不好。我们有去复查，依然是就你调整肠道微生态，调整阴道微生态，全部去调整以后去复查，依然是0的患者，非常的棘手哈。希望今天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哈。好，那下面带大家看一下病例哈，轻松一下。第一个患者的话呢是31岁，他是一个 RIF 患者，是移了2次优质卵胚，一次两枚优质卵链胚没有怀孕。那他种植床，这是22年的一个病例哈，提示他要推后1天，也就是排卵后的第6天移植。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因为22年我们其实还没有，我们的系统还不能收集那个内膜准备表，所以我是没有拍它那张表了，只有它的一个内膜移植的一个准备表。大家看到3月21号这一天，它的LH 是29.3， E2 是194，孕酮0.05，下面这一天LH 29.3， E2 是320，孕酮没上升，那它没出风，已经出风了，我们就是下午给它打了4000单位的溶素，算的第2天排卵。那最后移植，因为它推后1天，我们就直接加1天给它移植，
这个患者经历了3次失败以后，这一次就生了一个女儿。到了去年，他又来生2胎，生2胎已经没有冻胚了，因为他种植疮移位，我们就没给他做先胚移植的方案，直接做了一个 PPOS 方案，给他进行了全排冷冻。全排冷冻以后，一来月经，第4天就来医院，卵巢头全都是一些取卵后的一些还没有恢复的一些状态，全是混合回声。然后到第13天来看，这个时候已经有优势卵泡了，隔了，因为卵泡很小，我们隔了3天来，18到这个时候卵泡已经18.5了，就给他抽了一个血 ，RH 41.5，E2 246，孕酮0.23，是不是跟他前次怀孕的激素非常的相似，对不对？然后就给他下午打了4000单的容唑，完全模仿前面的一个周期哈，给他打了以后，算第2天排卵，又加6天移植，哎，他又怀上了。所以前面遭遇了3次失败，间隔2年来生2胎的时候，我们去模仿他前次的一个种植疮去移植，他还是又怀上了。那我们推测，对于这些内膜很好的患者，其实他的种植疮是不是也有稳定性呢？就是并不像我们所一刊跟我们说的要半年要去复查呢。我们没有复查，目前没有复查的病例啊。第2个病例的话呢，就是一个纯自然周期内膜缺氧的患者，这个患者是有卵巢储备功能减退，但是呢，他也移了4次的优质胚胎没有怀孕。后来他是外院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给他做了EIT 的检查也提示他是一个种植疮的移位，要6天加8小时移植。好，看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内膜准备方案。我们先看到他的8月3号这一天，8月3号这一天的 RH 是39.5，E2 458，孕酮是0.06，这是手写，是因为我们系统里面没有地方去记录这个表。然后我们没有当天没有班机，也没有第2天来看，我们是直接隔1天来看的，8月5号来看。那这天他的 E2 是163，孕酮是1，然后我们是加了5天，8月10号取的样。即便是这样去取样，它还是一个容收前期，要6天加8小时。因为我们如果是按 LH 去看的话，我们推测它的排卵时间是不是在8月4号，对吧？好，所以它其实我们到8月5号去取样，算8月5号排卵，它还是个容收前期。所以他在做冻胚移植，我们就照前面取样的周期去准备了所以做的自然周期第13天，哎，这个是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它的这个月到第19天才排第20天排卵，这个月13天这卵泡就已经成熟了，那我们就给它抽血，54.1的 LH，E2 669，孕酮0.09，还是隔天来看的，10月23号来看，哎，这个时候它的孕酮还是1，并没有上升，我们依然是算的10月23号排卵，给它加6天加8小时，我们也做不到8小时，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排的卵，我们就给他下午移植。我只做过1次患者，就是晚上9点钟给他去移植，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算嘛，12小时的那个差别。那个患者其实还是他每次的一来到我面前，他就会说，主任，我们也是读过大学的，我们是有文化的人，我们也不会无理取闹，但是就会给你形成一种很大的一个压迫感，移了3次优囊没怀。真的很有压迫感，他不吵不闹的，你就感受一种无形的压迫，所以我们就那天就跟实验室沟通，我说这个人有种植疮移位，已经搞了3次失败了，你要跟我调整一下，晚上9点给他移，只做过1次这样的，我们其他再也没有什么在非上班时间去移植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后来我们是调到下午4.1的2个囊胚，因为4次失败了嘛，他是单胎妊娠。第3个患者呢是一个广西的患者。他在广西的第1次婚姻呢，取了2次卵，移了4次，总共有6个囊胚都没有怀。后来就再婚又取了1次卵，移了1次卵链没怀，就跑到我这里来了。到我这里来非常不幸，在取卵当日他甲流高热，又取消了取卵，非常的惨啊！这种人听起来都好。后来等卵巢恢复以后，又进行了第2次取卵，全排冷冻。因为我们也是给他做了，在前面可能就给他做了一个，看是几月份做的，8月份做了容收前期，他要16小时，以我们的精准移植去做的话，它是需要调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患者必须要做全盘冷冻，因为他对所有的孕酮都过敏，没有孕酮可用，那我们只能给他做自然周期移植，对不对？所以这个患者我们就做了全盘冷冻的取卵和自然周期的移植。看一下我们的取样周期，这个患者是第16天来到我这里，是有个2012的卵泡。因为卵泡还不够，我们就激素都没给他查，我们想尽量减少别人的抽血、打针这些治疗哈。所以到8月29号隔1天来看，这个患者卵泡就排了。这个时候他的因为前面没抽，我没有办法去我就根据孕酮来给他定的排卵时间6.19，其实6.19是刚刚是6左右，对不对？我们是算的排卵后第1天，因为3到6算排卵第1天嘛，所以就给他是加了排卵后第2天
0到3、3到6、6到9、6到8，算的排卵后第2天加了3天取样，取样以后呢，提示这个患者是一个容受期，但是呢偏移16小时，要推后16小时移植。好，再来看我们的移植周期，移植周期的话呢，这个时候它上次是16天的卵泡才2012，这次到第12天它的卵泡，我们都会在12天左右来啊，规律的病人，这个时候它的卵泡是18.5，给它抽了激素 LH19.9， 依托449，孕酮0.29，也没出风，就给它隔了一天来，哎，卵已经排了，孕酮1.63，那这是一个没有就完全可以定义它是当天排卵，对不对？那我们算了当天排卵以后，给它是偏移是6小时，我们就给它下午4点移植。我最晚就做到下午4点，因为不想要实验室的老师们加班来害得我挨骂。所以这个患者后来就怀了。这个患者他最后其实还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因为反复失败已经好多次了，他做了一个遗传性易衰症的那个基因检测，提示是一个潘旺的一个杂合突变，杂合致病性突变。但这种致病等级，杨老师是专家哈，他的致病等级其实不高的，其实是没有使用肝素的依据。所以我们就给他监测了他那个抗凝血酶的复合物。这个患者一去查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就是20多。好了，我们就小心谨慎的给他打肝素，预防量的肝素打到了12周。那这个时候你好像没有继续使用肝素的理由了，又给他停了药1周，再给他去复查他的那个TAT， 又是20多。所以这个患者后来是整个肝素打到了全孕期，一直到分娩，现在已经足月分娩了。好。你这个患者还要说一下他的黄体支持，其实他是一个反复失败的患者，他最后只用了3针的 HCG， 因为他没有孕酮可用，所以他没有做其他黄体支持的。这个病例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对于反复失败的患者，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飞机大炮去扎的。好，第4个患者是一个保形内膜用的他莫西芬的，他的是他莫西芬方案呢，提示他是6天加11小时移植，他也是移了3次以上没怀的一个患者哈。准备的话呢，他莫西芬我们是20毫克 QD 乘5，然后会加2毫克的补加乐，因为他莫西芬可以增强雌激素的一个作用哈。然后他其实即便这样子用，他到我们去转化的那一天，他的因为想要精准移植，这个时候我们做的 PP， 他内膜才5.45，因为是6天加1小时，我们的转化时间是这么去定的哈，在晚上的10点给他用了血乐酮和地区孕酮去孕酮转化，然后是第2天上午10点，就刚好是6天加12小时给他移植的，他本来是偏移11小时嘛，那这个患者后来就怀孕了，所以用 PP 去转化的话，如果是我们要做精准把控的话，其实蛮好做的，就跟激素替代是一样的了。好，第5个患者就是一个来局做 PP 的。他的偏移也是一个反复种植失败的患者，是个好病人哈，这是偏移1天，那偏移1天就好说了，对不对？怎么做怎么来。但这个患者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来曲唑，内膜准备这个周期，我们的来曲唑只吃了1颗 2.5 QD 乘5，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看了很不友好，对不对？来了好多次，到第23天才排卵，而排卵这一天是 LH69.2，雌激素291，卵泡才14乘14，也还比较小，但是它已经出风了，我们就赶快给它转化了。转化以后给他加5天进行了取样，因为考虑到他前次吃2.5毫克的来曲唑往返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来曲唑的使用做了一个调整，给他改成了一个递减方案。递减方案怎么吃呢？3片2天，2片2天，1片2天，吃6天，总共12片的药。这么去做的话呢，患者他很快卵泡就长大了排了，而且他的内膜不像我们平时监测到的用5毫克长到内膜卵泡长到20几，内膜还没起来。或者是用1毫克还要加基因去长卵泡的，就不会，很少有这种。我们现在用诱导排卵，很少有去加基因促排卵的。那这个患者你看，第3天开始吃药，第13天卵泡就已经成熟了。然后我们在1月23号这天给他做的一个孕酮转化，因为他也是偏移的，我们也是晚上，他是正好1天嘛，我们就上午给他转化，然后6天以后的上午移植，他也是怀了的哈。第6个病例呢是有点特殊的哈，这个病例也是还是2019年就开始做试管了，在厦门呢取了1次卵，他是个多囊的患者，做了4次移植，其中有2个卵裂胚，3个囊胚都没有怀孕。后来在我们这里呢做了EIT 提示是一个容受前期，建议6天加13小时移植。好，后来在我们这里做取卵的时候呢，又刚好是疫情期间，男方在取卵当天他就发烧，我们就做了冻卵。做了冻卵解冻卵子，完全按照他精准去把控了他的一个移植时间去移的卵裂胚胎，没有怀。后来第2次没有胚胎，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拮抗剂方案，做了全盆冷冻，还是给他做的激素替代周期去做的内膜准备。
转化了6天加13小时移植，还是没怀。这个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不信任我了，然后来也不来了，就在厦门打电话给我，主任我要怎么搞？你告诉我要用什么药吧？你能不能给我换个方案？我已经7次替代了，加上取样已经做了7次激素替代了。我说行吧，我给你换一个方案看看，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来曲唑，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来曲唑可以转化了，想想其实也可以精准去把控它的移植时间，所以我就给他用了来曲唑。来曲唑看一下它的EIT 的结果。那我们这是内膜准备表用的激素替代。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样的多囊的患者直接我们就做递减，可以减少他往返的次数。吃了以后你看他在这一天晚上进行4月21号晚上开始转化，然后他21号开始转化，这一天不算，我们再加4天以卵链胚，加6天以囊胚嘛，做的一个序贯移植。那现在这个患者呢，前天已经发了他的 NT 的B 超给我了，这是我的病例就分享完了哈，小结一下我今天的讲课。那其实根据我们的我们的这些反复失败的患者，反复失败哈，有些是种植失败，有些是有内膜因素，有胚胎因素。那通过我们的 EIT 和 EMT 的检查的话呢，其实绝大部分的患者是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失败的原因的。特别是我认为可能他的EMT 的结果可能会比 EIT 可能还更有价值，因为很多患者他的干预的药物非常的少，一个周期下来就100多块钱，然后再去移植他就怀孕了。这是反复失败的患者，最后我们其实再去移植以后，他找到了原因，我们去治疗他的用药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就不需要去用一些预防性的一些干预的药物，可以减少我们的患者的一些药物对他的一些副作用。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用有排卵方案进行 EIT 和 FET， 结合我们的 LH， 结合孕酮水平，其实它移植时机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它用药非常少，也有它的种植床也比较稳定，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方法哈，我认为。那在有排卵方案，如果我们是用增殖周期去转化的话呢，它结合了 HIT 和那个有排卵方案的一些优点和灵活性，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索哈。对我们的一些困难病人，可以采用一些更友好的方案。谢谢大家。我们感谢李寸军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说啊，他的那个子宫内膜准备方式确实多种多样，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那么我们再邀请下一位讲者是邓凯教授，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的遗传学科的主任，兼生殖与遗传科的副主任，医学遗传学教授。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有很多的那个省级的这个学术任职，也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很多，以及省部级课题8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评审专家、楚天学者，青年晨光计划的人才计划。好，谢谢。有请邓凯教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感谢组委会的邀请。我是做实验室的啊，刚刚听了几位主任的这样讲座啊，很受震撼啊。今天是班门弄斧啊，关于这个内膜相关，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感想吧，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得。我们做 ERT 时间不长啊，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啊。ERT 这个意义，其实在座的相信各位专家和学员应该都很清楚了啊。主要是一个，我在临床会跟患者去讲啊，把它打比方啊，我们做3代试管是解决种子的问题，我们做一些包括 EMT 这些是解决土壤的问题啊，解决 ERT 的问题实际上是种植时机的问题啊，让它的种植这个土壤种子和土壤的是一个匹配的。我们不能在冬天去种庄稼，对吧？同理，我们不能在种植床以外去放胚胎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3要素，胚胎、内膜和这个时机啊，是我们一次成功怀孕妊娠的一个关键。那么导致反复流产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哈，这里面给出了一些主要的一些原因，包括免疫力、凝血、结构异常、内分泌、胚胎的因素以及子宫内膜容受性。所以这些环节
想要一次成功妊娠很不容易，想要一次流产或者是怀不上，其实挺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环节都要去关注到。我以前做3代试管的，慢慢的开始在做 ERT， 所以呢，我也是个新人。但是呢，3代试管胚胎因素，我觉得在这个不怀或者是怀不上的过程中，依然还是起到了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对于3代在最新的24年12月份的专家共识里边6大院士这样的一个推出的一个专家共识里边，3代其中的一个指征就是反复种植失败。反复种植失败，所以我觉得胚胎因素和内膜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子宫内膜肉受性这是我们的雌孕激素这我刚刚在座的都是行家，这个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个我过一下。但是总体来说，如果种植疮是一个偏移状态的话，不管它是提前也好，还是缩后也好对于我们种植都是不利的都是不利的。当然，每个人的种植疮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来看的话因为人类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化，不会说是每个人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90%以上的人的种植疮，我觉得数据也是这么显示，90%以上的人种植疮还是在疮的。真正有这种偏移或者有很极度的偏移的，还是少数还是占少数。我们把这些人群遴选出来，给他一些措施，能够去精准找到这个种植疮，从而去很好的去抑制，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发展历程最开始种植疮其实我们就是看内膜形态包括我们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暴隐突就跟古代中国这个治病一样什么方子都试一试，所以很多偏方，这里面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些偏方但是自从有了这样的一个组学、基因组、转录组这种组学技术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看到它的一些基因的上调、下调。这个来源最开始刚刚那个董教授也提到了，实际上是基于西班牙的这个最早的一篇文件他研究到，我们发现在这个种植窗口种植前后，它的基因的大概有上百个、100多个基因的一个上调和下调，通过这些基因的上调下调，最后确定下来是不是在疮。但是这些基因的上调下调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很复杂的过程。我们最开始用 qPCR 的方法来做做100多个基因，后来慢慢缩小，看看哪些基因删掉可以不影响可以不影响，最后缩到几十个基因也还 OK。但实际上如果用组学的方法，一次能测得更多，当然会更好。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聚类的一个方法，不管是 ERT 也好，还是做种植疮的一个 qPCR 它实际上是聚类，发现在这一个范围内它可能更容易，并不是一个非常非黑即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在不同的中心或者在不同的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原因在这里，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它是一个100多个相关的上调下调基因，可能在这个人身上这100多个基因是很标准的一个人群，但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它可能不那么标准，也就是它的开放和关闭的基因没有达到说一定是这么多个，它可能少关了几个，少上调了几个，或者少下调几个。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判定，实际上是一个很需要去再进一步阐述的一些问题。好，我们现在用的是 RNA-seq 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之前可能用的是 qPCR 等等不管是什么技术也好， RNA-seq 可以一次测到很多个基因可以测到很多个基因那么对于它的不同周期也做了研究，可以找到它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种植疮。我们现在都是用的益康的这样的一个 ERT 去指导，当然其实做这种种植疮的有很多的机构用的方法也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用的 ERT 的一个方法最大的一个好处，或者是它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精确到小时可以精确到小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以前我们也做 ERA 也做 qPCR， 更多的还是精确到天。这个所谓的精确到天的话，其实我刚刚说了，每个人的差异这种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病例这个病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有一些不是特别多但是刚刚我也提到了，我们以前做3代的时候有一个适应症，就是反复种植失败。那么因为反复3次以上的种植失败做3代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我们首先要排除胚胎原因啊，不然的话，我刚刚看到各位老师，看到他的后边的一些数据哈，没有，只是到临床妊娠这个阶段。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后去追溯的话，它真正的活产率或者早期流产率这一块如果有这块数据，我相信如果在没有排除胚胎因素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这就是一个例子啊，一个42岁高龄的，然后3次冻胚移植都是失败，那么各种方案都没有实现妊娠。我们做了 PTA， 第一次促排啊，然后 PTA 是2个都是非整胚体，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即使给它做了 ERT 的话，它能怀，它确实能怀，这个胚胎能怀，但是基本上怀不过12周啊，怀不过12周，所以这样的一个临床妊娠是没有价值的啊，是没有价值的。同理，我们做第2次之后 ERT 啊，做了那个 PET 之后，2个胚胎其中还比较幸运，有一个是整胚体胚胎。那么对于这么珍贵的一个整胚体胚胎啊，我觉得上后边的这些技术就是非常值得的啊，非常值得的。我们现在对于3代试管，不管是反复流产也好，还是说其他的，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反复种植失败，或者是反复流产，或者是高龄这类人群，只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胚胎，我们做了很多次，最后拿到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可能都会推荐他把内膜的因素都去看一下。所以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不光局限在反复种植失败，我们也有一些是这种比较珍贵胚胎，我们想做好更万全的一个准备，也会去推荐他去做一个 ERT。好，宫腔镜也是没有发现其他结构异常，然后通过 ERT 发现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偏移啊，很大的偏移。它是取样的时候是在容受前期，所以我们按照这个6天加17个小时左右去推荐它去移植。这里面我其实看这个结果，我们如果因为我每天会审报告啊，所有的报告我都会亲自审，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结果窗口期，它给出的6天加17小时是我们给出的一个中位值，它会有加正负6，有的报告里面是正负2，有的报告里是正负4，对吧？所以这些范围，我不知道大家思考了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啊？后边我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和探讨哈。当然，这个最后移植之后是顺利成功了啊，顺利成功了。我们这里放一个小的一个疑问啊，这里面给大家放一下 PET 的适应指征，我专门标出了，这是最新的2024年12月份的啊，遗传生殖的3代院士和遗传的3代院士共同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种植霜，高原主任教授主写的。那么反复种植失败3次以上，或者移植了3个高分评分的囊胚，也就是说，如果移2次，一次放2个囊胚，一次放1个囊胚也是符合的，或者移了2次放4到6个囊胚，鲜胚、卵裂期胚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范围做3代已经比较宽泛了，包括反复流产的话，生化妊娠也是算作反复流产的一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3代指征为什么要放这张图呢？就是说我们在对于这种反复失败的人群或者高龄人群，在做 ERA 的或者 ERT 的前提，我们最好能够把它的胚胎先保证了，不然的话，它怀了也是一个空欢喜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本中心的数据。刚刚说做不多啊，我们统计了近1年的数据，做了有87例的纳入的都是反复种植失败的一些患者。我们的数据我刚看了一下其他的几个教授的数据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纳入的人群将近一半都是有种植霜偏移的啊。目前这87例里有44例是处于容受前期的，我们还没有发展，在1年之前可能有1例，我印象中应该是我没放进来。近1年的话没有发现有推后的啊，都是在容受前期，没有在容受后期的。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偏移实际上是种植霜推后的，也就是我们取样的时候是在容受前期，所以它是种植霜偏后的啊。那么将近一半，49.7%，它是处于容受期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其中有60例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指导下的移植，冻胚移植。总体的妊娠率生化是58.3%，不高啊，跟李主任那边比起来80%多的，我觉得这个挺汗颜的哈。临床妊娠率53.3%，但是如果细分一下，我们把它又重新拆分了，把这个容受前期的这个44例里边有移植的话，有29例移植了，它的生化妊娠是44.8%，临床41.4%，比较低。这个比较低打引号
如果相对于这一类人群本身就是反复种植失败3次以上，他之前的妊娠可以是妊娠率可以认为是0%了哈，因为那人群都是没怀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么40%多的这样的一个妊娠率，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容受期的这一部分人群，移植后的还是不错的啊，70%以上的生化和64%的一个临床妊娠。我们细分了之后，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图，就是如果是按照小时图来算的话，按照它结果小时图来算的话，容受期虽然在容受期，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这个所谓的反复种植失败，它的容受期也是超过120小时的，也就是超过5天的，有的最高能到达将近138个小时啊，138个小时。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虽然都叫容受期，但是如果它没有按照这个小时图去移植，我们后来是按照小时图移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妊娠率。那反过来推算的话，它以前没有按照小时图，而是按照第5天去移植，就是120小时去移植的话，它实际上结局也是不好的啊，反复失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即使处在容受期内，对于这类人群，运用这个小时的精准的移植，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 ERT 它的小时是一个优势所在啊。ERA 目前只能精确到天，这个呢能够按照小时去移植的话，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那么对于容受前期，我们即使按照 ERT 小时去移植的话，妊娠率啊看起来也不是很高。相对于这个容受期的一个小时去移植的话，我有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在推进嘛，以前我记得最开始是取3次。后来因为技术改进，通过大量数据说取单次也能够比较好的得到它的一个预测结果哈，这个是有大量数据验证的。但是从我们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单次取样对于这种偏移比较大的时候，我刚刚提出个小的疑问，有的是正负2，有的正负4，有的正负6，为什么？因为它的偏移越来越大了，所以它的准确性是不是在逐步下降？依照这个准确性下降的去移植，会不会导致了我们最后的一个妊娠的一个差异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疑问啊，没有解答哈。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按照这个 ERT 的小时结果去移植的话，还是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的啊，还是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的。当然，除了 ERT 之外，刚刚我说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最新的我们也在跟进一些其他的方法，像这个子宫的一个还原电位的一个方法啊，宫腔的一个还原电位的方法，这是18年日本学者的一个文章，他提出了是用的一个测它在在这个移植前后的一个平均电阻抗平均电阻抗，通过这个平均电阻抗的一个差异来判断它是否处在容受期啊，这个我们也在跟进它的一个研究结果。好，最后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讲的有点啰嗦哈，我觉得，第一我们中心的数据来看的话，偏移的人群占了一半以上啊，这个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啊。因为根据文献也好，其他报道好，一般是小于30%偏移，但是我们的数据的话偏移更多。但是这个数据更多，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为什么总体的这个妊娠率达不到像有一些偏移没那么多的。因为我们刚可以看到，如果真的是统计容受区的这一部分的话，它其实妊娠率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因为我们更多的人群是处在一个容受前期，所以拉低了整体的，它本身这一类人群妊娠率就低。所以拉低了整体的一个妊娠率啊，所以我们中心有这么一个特点，它的偏移的比例是高的，50%以上。第二个呢，这个按小时的指导ERT 的指导确实能够提高它的反复种植失败人群的一个妊娠率啊，目前总体是50%多，我觉得已经挺满意的了哈。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按照小时的这个移植的话，那么是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啊，即使在容受期内，它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当然这里我多提2句，就一个是刚刚一个例子对于做 PET 的珍贵胚胎的这一类，我觉得做这个还是蛮好的啊，至少保证胚胎的情况下，把它种植霜也保证了。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中心可能也会考虑，就是为了去碰它那个种植霜就是效价比的原因，因为这个毕竟还要先做一个内膜准备周期，然后才能移植。第二，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有些中心可能用的虚冠移植比较简单Day5、Day6都去移植一个胚胎，也能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所以
可以根据各个中心因人而异吧，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案。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邓凯教授，他是从事实验室的，然后开始关注我们临床的 ERT，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和临床的老师有够充分的交流。待会儿讨论的时候有实验室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请邓凯老师来帮忙回答。好，我来介绍我们下一位讲者张媛媛博士，他是益康医学的研发经理，然后我们好像现在也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事情在问张媛媛老师因为我们的那个 ERT 的模型在不断的改进，我们李主任也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找到种植疮，我们还希望能找到更多合适的标准来评价和预测患者的预后，因为患者很多都希望能够在近周期之前知道的怀孕几率有多少。好，我们来欢迎张媛媛博士的授课。好，感谢张琼老师的介绍。我今天其实在这里面，我也很荣幸，然后跟各位专家一起交流学习。下面就由我代表公司，代表咱们这个李老师的团队，然后来给大家汇报我们子宫内膜容受性检测技术的一个新进展。那么我主要是从 ERT 技术临床有效性以及这个适应症拓展这个方向去介绍。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一直致力于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想要研究子宫内膜功能异常相关因素的解析。这个呢，目前我们有初步的一些进展。那我今天主要从这几个方向来介绍一下。那关于这个成功妊娠的一些背景知识，刚刚各位老师都已经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我这就不再做赘述了，直接跳过。那首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子宫内膜容受性检测技术 ERT 的这个发展。这个我刚刚李主任也有提到过，我们是跟李主任一起合作开发的。刚开始的时候有3点到单点的这个模型。我们单点模型是基于这个机器学习算法去构建的，目前一直在持续应用。刚刚各位老师主要讲的一些临床上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基于单点这个精准小时预测的一个模型效果。那目前呢，我们其实很早了，很早之前我们就致力于研究内膜功能异常的一个提示。因为这个内膜容受性说的是内膜容受性的一个大的功能模块，其实其中我们这个单点模型只是解决了一个时间窗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向，比如说内膜的这个组织细胞组成是否是正常的，然后内膜功能免疫功能这些异常指标，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找到？这些我们是随着我们数据的积累，然后现在有了初步的一些客观结果的呈现。那刚刚李主任也有提到，我们现在一直在致力于无创检测、快速检测，这些我们也有了初步的进展。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子宫内膜容受性的这个产品，是实现了一个比较新的形态。那现在我们主报告是可以报出一个容受窗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刚刚各位老师有提到的我们的报告里面那个精准小时。那我们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科研附件这样的结果，给大家提示这个细胞组成的异常以及免疫相关的一些因素异常。那我们最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的去努力，想要实现最终的一个快速无创全面的子宫内膜评估系统，包括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那个 EMT，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评估系统里面来。那接下来我这边给大家呈现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收录到的有很多单中心的对于 ERT 的一个使用结果的这个临床有效性的发表的文章。目前呢都就是这些文章是支持我们 ERT 的临床有效性的，它可以显著改善瑞妇人群的一个临床妊娠结局。我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些文章提到的大概是可以提高18%到25%的一个临床妊娠率。接下来
下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就是中差胚的这样的就是人群。那中差胚到底用我们 ERT 之后，它的这个有效性到底能提高多少，或者说妊娠结局能改变多少？那这是别人的一个研究，就是当容受性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胚胎的质量要求不是那么高。那胚胎质量跟这个容受性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在我们自己的数据中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然后它用了 ERT 之后又有怎样的提升？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中有这样一个回顾性分析，这儿我很抱歉都没有呈现这个样本数量，因为是一个内部未发表数据，我没有呈现那么细致。那这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中差胚的这个妊娠结局上能够发现，这里面统计2个这个临床结局，一个是宫内临床妊娠，一个是持续妊娠。那跟这个非 ERT 干预的这一组比较，我们的试验组在差胚、中胚的这个水平上都可以提高25%左右。然后在这个其实在好胚上，它自然而然是可以提高，这个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数据的。那我们这样的分层分析，其实提示了这个中差胚条件下 ERT 的指导仍然是具有一个显著性的这个对临床妊娠结局的提高的。这提示刚刚咱们老师有分享的，就是比如说珍贵胚胎啊，这些患者是不是都可以去做一个 ERT 的检测，然后保证这个内膜容受性的一个同步性，然后利用我们这个珍贵胚胎提高这个妊娠结局。那另外一个也是刚有各位老师也有提到高龄人群的这样一个数据。高龄人群大家对这个整体的概貌就是容受性比较异常，然后胚胎质量不是那么高。那对于这个高龄人群，它的就是 ERT 检测的必要性，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它在我们现在已经过往的这个数据中，它的效果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做了一个回顾性分析。这个 PPT 左边呈现的是高龄人群的一个窗口分布。我这边因为拿到的数据没有就是特别大的，比如说超过40岁的那个人群没有太多，所以这儿我就把它分成2组，是大于35岁和小于35岁的。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里面大于35岁的这组人群，它推迟1天以上的这个人群占比是比这个低龄人群的话是超过10%的，就是相当于它有10%的多出来的人群，它的推迟天数是超过1天的。那这样也提示了，就是高龄人群在做 ERT 的时候，可以给他找到更适合的这个移植窗。那它的偏移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呈现，确实是窗口偏移是比这个低龄人群这个高的。那对于它的这个 ERT 干预之后，它的获益到底是怎样的？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个图，这个是对照组和这个 ERT 组做的一个对照比较。然后35岁以下的人群，我们可以看到提高的是26.3%，在这个临床妊娠的这个水平上。对于这个大于35岁的高龄人群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可以提高16.3%的这样一个临床妊娠结局。那这个上面这两个就提示我们，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高龄人群和中差胚人群，去使用 ERT 的一个价值。那接下来下一趴就是我们刚刚说子宫内膜，这个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些病因解析，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努力。然后最近数据相对积累的比较多，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回顾性的，就现在结果的一些总结，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
做的努力很多，之前可能走过很多弯路，但是报出来的一些指标呢，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你只是报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些干预性的潜在的干预性措施。当然，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对于这些免疫指标，包括我们报的这个组织组成的这个指标，还是没有大家达成共识的，或者临床上认为它就是有效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但是呢，我们在研究这个的时候换了一种思路，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大家已经尝试过的，有一些临床上或者是研究已经尝试过的一些这个治疗，对于一些免疫靶标，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 Treg 细胞，还有 Th17、Th1这些免疫细胞，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已经发现苗头的这种治疗方案或者干预方案？那我们就梳理了一下，就铆定这几个指标，去看在我们的数据中的一些呈现。那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家做完 ERT 之后，其实就是这张图的这个左下角，就是我们在做 ERT 的一个流程。所有的内膜组织送来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转录组的这个测序分析。那基于这样一个数据基础，我们结合这个公开的单细胞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一种细胞类型的，就是比如说这里面有6种细胞类型，这些细胞类型的话，我们都可以知道它的这个表达特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个表达特征的信号矩阵，然后通过这个信号矩阵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去碱级算法能够把这些细胞的占比解析出来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细胞本身的表达特征，然后去进行一个特征打分。那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本来一大块的组织，然后检测到这些基因信号，转换成细胞水平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再可以探索这些细胞水平跟这个临床妊娠结局的关联性。对，哎呦，不好意思，这里面有点问题显示的。我大概说一下，上面那个左侧的红色加的那个是 Th1 和 Th11的，它是一个炎性的免疫细胞。然后下面的这俩，一个是 Treg， 一个是 Th2的，这个相对来讲它是对免疫稳态比较有意义的这个细胞。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其实前面的刚刚可以回到前面这一章，所以我们在考量这些细胞的时候，我们用了就是一个炎性因子和另外一个这个对免疫耐受性比较友好的这样一个细胞种类去做了一个比值的探索，包括刚刚说 M1、M2 这个 M1、M2 巨噬细胞的2种分型。这个 M1 细胞其实对于妊娠的过程，它是一个毒性细胞，然后 M2 呢，它是可以促进这个内膜的免疫稳态的一个调节。那我们在衡量这个指标的时候，也去看了 M1、M2 的一个比值，然后去衡量这个内膜免疫稳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炎性细胞之间它是存在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的。然后像下面这个最下面的这个绿色细胞是 Treg 细胞 ，Treg 它是可以招募 M2 细胞的，所以这样的话它们都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然后如果说炎性细胞多的话，那对于这个临床妊娠是一个有害的这个环境。对于Treg 和 M2 细胞相对占比平衡的状况下，它是可以使得这个内膜免疫环境比较有利于妊娠过程的。那我们看到有报道显示，他克莫斯是可以改善这个 Th1 和2的比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右边这个研究的呈现。它这个研究是筛选了 Th1、Th2 的比例偏高的人入组，然后这个分为治疗组和无治疗组。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数据呈现，塔克莫斯治疗组的临床妊娠率的提高还是挺高的。它这个数据就很极端嘛，
左边不用治疗的话，这个结局全是0%，右面的话是活产率能够达到60%了。这个60%的算法是前面这个着床成功的人群作为分母，然后来计算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我们发现的，就是公开的数据，其中针对这个指标是有一个潜在的治疗方案的。另外呢，是强尼松这个治疗方案，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基础研究，它是可以改善 Treg 和Th17的这个比例的。刚刚有说到 Treg 细胞是对于妊娠过程是有利的一个细胞类型。我们发现在就是基础的，就是没有经过干预的时候，对照人群和这个 RIF 人群 ，Treg 细胞是在 RIF 人群中是显著低的，而 Th17这个炎性细胞在 RIF 人群中是显著高的。那经过强尼松治疗之后呢，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在 RIF 人群中显著增加的这样一个趋势 ，Treg 细胞，然后 Th17呢这样一个炎性细胞，它是一个显著降低的这个趋势。然后进一步去看它的这个指征炎性因子的，然后 RIF 人群也是治疗后的这部分人也是有那个降低的，然后抑炎因子 IL10是升高的。那刚刚讲的是一个潜在的治疗方法，那对于我们铆定的这几个指标的话，在我们这个数据集回顾分析的时候，就发现确实在我们的人群中会存在这样一个跟临床结局有关联性的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这边呈现的Treg 和 Th17，它的这个比值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 Treg 相对良好的这个细胞，然后它的占比低的时候，会显示它的这个临床妊娠率是相对低的。那同样的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关联分析的时候，都发现，当这个炎性细胞增加的时候，这种异常组它的临床妊娠率确实是低的。那仅仅是在这个训练集中，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你的训练集，对吧？那我们根据训练集卡完的这个阈值，我们再去拿到这个独立验证集中去看的话，这是完全独立的。然后这个仍然可以呈现出一个我们事先卡定的这个阈值，在这个独立验证集上，它的炎性细胞异常增多的时候，然后它的临床妊娠结局是低的。那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治疗方案是一个负血小板血浆成分的这个治疗方案。为什么提到它呢？是因为我们一直发现有一个指标，无纤毛上皮细胞是内膜组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胞成分。那我们发现了一个客观规律，稍后我的 PPT 里面会展示。然后我们就去找那对应这样的一个就是内膜细胞组成的是否有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案。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然后它的里面就是这个 PRP 负血小板血浆的这个成分中，就包含了一些这个活性血小板激活释放的这个活性因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去化因子。那这些因子，然后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它起到的一个结果是促进这个子宫内膜细胞增长。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还有促血管形成，然后另外它可以调节炎症反应。那我们看到它可以促进这个内膜细胞增长。那这样的一个点，我们就去拆解了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子宫内膜细胞组成。之前我们发现的无纤毛上皮细胞其实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一撮。那这个是内膜前表层的一些这个细胞类型，比如说这个是基质细胞，然后免疫细胞，然后这个是无纤毛上皮细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就是客观发现的因素。然后接下来呈现的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一直发现这样一个客观现象，就是说无纤毛上皮占比低的话，它的内膜功能会受损。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个影响了这个妊娠结局。那
这个数据呢，我们也是在独立验证集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就是也支持这样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那刚刚有说到前面有个 PRP 治疗，那是否能治疗这个无纤毛上皮占比低呢？那我们从机制上，从这个无纤毛上皮细胞的功能上再去解析一下。那我们查阅了多篇文献，然后就发现这个无纤毛上皮细胞的功能是首先它跟着床期开放是非常相关的，高度相关。然后孕早期的这个胚胎营养与发育的支持，这个也非常相关。比如说它可以这个内膜的这腺体是可以分泌富含糖类、脂类这些糖蛋白，然后可以给这个胚胎着床提供能量和这个合成底物的。那这儿其实提到的是这个腺体。腺体的话，我可能刚刚没有特别提到，就是无纤毛上皮细胞实际上它还可以细分，是分为这个腔上皮细胞和腺上皮细胞。那这里面所提到的腺体那部分，主要就是腺上皮细胞。然后它对这个胎盘发育和血管生成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这里面会表达，也就是这个腺上皮细胞，它会表达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它还可以表达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以及这个白血病抑制因子等等这些对这个胎盘发育有益的这些因子。那刚刚我们也有说过 ，PRP 里面它包括了这些因子，对，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哎，我无纤毛上皮细胞占比低了，那这些表达是不是不足？不足的话，那用 PRP 治疗是否可以就是拉高它一些水平？这个只是一个潜在的想法。那另外还有就是无纤毛上皮细胞，它间接的可以就是也会调节母胎这个免疫微环境。那我们到此就是把这个无纤毛上皮细胞的功能以及它潜在的治疗方案去结合起来去想象。当然这个中间到底它有没有效，我们现在只能是期待，就是说后续的我们针对无纤毛上皮细胞占比低的这一组去用这种方法尝试看一看。那接下来下一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子宫内膜功能异常这个指标研究的时候，那就会刚刚有说过，只报一个客观的指标，那我怎么去治疗呢？即便刚刚我们说了那些潜在的治疗方案，那大家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我就会去用它，因为它确实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成熟。那我们紧接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来了。那解析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大家的这个能量，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应该叫科研临床探索。那比如说这里面所呈现的这个方案，其实刚刚董老师也有呈现这样一个方案，他那个是根据他的这个科室，然后确定下来的。比如说入组的人群，比如说治疗方式，我要研究哪一种治疗方式。那这个其实这只是一个公式示意图，其实大家各个中心如果有一些思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摘出自己的这个诊断子类型，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治疗前治疗后的这样一个转录组的分析，包括刚刚说的细胞水平的这个分析，那我们再结合它的临床的这个结局，那我们反过来去探索出一条哪些指标针对哪个治疗方案它是有精准的这个治疗作用的。那我们其实最后就可以绘制一张这个我们题目一样的内膜药物精准干预的分子模型。那这个工作呢，其实描述起来逻辑上都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在实际落地的时候，每一家医院去做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家能够做出来的，它一定是整个行业一起去努力的那个结果。那这是一个我们的设想，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寻求各家医院的合作，对。
那最终呢，我们是想做成这样一个内膜综合评估的系统。那这可能刚刚说落地使用内膜精准诊疗的那一套，实际上可能是很远很远的路。但是目前我们能做的是，我们的 ERT 检测，我们可以把这个精准小视窗报出来。那同时，我们以科研附件的形式，再把目前我们甚至是未来我们还在发现的一些异常指标，然后会增加在我们的这个科研附件中，然后提供给各位老师，然后可以参考，然后可以给我们提示它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失败原因。那我们有一个这个探索的方向，包括这里面包括 EMT， 我们也可以联合进去。对，那接下来就是小结与讨论。这个总结的话，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刚刚有说过，这个 RIF 人群、高龄人群还有移植中差配的人群的临床结局，我们已经看到 ERT 确实在这个改善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单细胞去碱基方法和免疫特征打分的方法，其实是在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个 ERT 的所有患者上都可以去回顾性的再做分析。然后但是这个是也需要结合临床信息，我们如果有足够详细的临床信息的话，我们可以去结合分析。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说到免疫异常的一些指标，以及无纤毛上皮细胞的这个异常的指标，目前我们只是找到了这个几篇潜在的干预措施，但后面呢我们都会提供到这个科研附件中。那我们就是一起努力去构建最终子宫内膜综合评估系统。好，谢谢大家，我的就到这儿。还希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OK， 那好，谢谢张媛媛老师的精彩演讲。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讲者都已经完成了他的演讲内容，从我们临床到胚胎实验室，再到这个检验各个方向各个维度，对这个子宫内膜融合性进行了一个解析。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课程可以了解到，这个 ERT 它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窗口期的一个时间参考，其实它还有很多价值值得去挖掘。比如说这个免疫的，然后微生物的，以及甚至于这种细胞比例、内膜介质副作等等很多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去挖掘。内膜窗口期的一个不仅是时间，还有它的容受的能力，以及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膜容受性的一个评价，甚至可以知道这个患者后续的妊娠结局是流产了，还是有可能它发生妊娠并发症的风险会比较高，这个胚胎在宫内发育会不会有些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其实这都可以值得进一步的那个数据的累积和这种临床实验室还有检验的三个方向的一起来分析这些数据，希望我们把这个内膜容受性的这个研究可以做得更细、更有前景和应用价值。